未来2075年，全球降水量不断下降，地球上的水资源逐渐枯竭。为了寻找水资源，人类将目光投向了外太空，最终在月球上找到了一种液体。可月水不同于普通水，一碰到活体便会无限增生。为了让人类适应月水，科学家在月球上的渤海基地中展开了秘密实验。然而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席卷了整个渤海基地，科研人员全部殒命。实验失败5年后，政府为了控制水资源，设立了饮水等级制度，个人等级越高，得到的净水就越多。这也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。他们希望水源能够平等分配。宇航局的金科长找到了曾经的天体生物学家小宋，可他如今变成了一名动物行为专家。金科长这次前来拜访，是为了邀请小宋参加一项特殊的任务。小宋本想拒绝邀请，可当金科长提到渤海基地时，他一下子来了兴趣。原来小宋的姐姐是渤海基地中的首席科学家，在5年前的事故中丧命。本次任务由韩队长负责指挥，小宋负责与样本相关的工作。小队要在渤海基地被关停前，将遗留在基地内的样本带回地球。登陆月球之后，他们只有24小时的时间，样本必须要在低温下平稳运送，不能出半点差错。会议结束后，小队很快来到了发射场地。可奇怪的是，宇航局临时替换了副驾驶，5分钟后火箭开始升空。没过多久，飞船抵达了月球上空，但受到陨石雨的影响，小队在2个小时内无法与宇航局取得联系，只能等通讯恢复后再登陆月球。可没过多久，船体外部发生了剧烈的抖动，导致登陆舱的固定装置变得极不稳定，距离恢复通讯还有20分钟的时间。可再这样持续下去，登陆舱的引擎将会报废。关键时刻，队长选择让登陆舱提前脱离火箭。船舱挂在悬崖边上，摇摇欲坠。这时，一个箱子突然从上方坠落，船舱玻璃破裂，小宋不小心掉了下去。好在韩队长及时跟上，成功救下了小宋。然而，卫星通信系统全部摔坏，他们和宇航局完全断开了联系，现在只能靠自己了。可距离渤海基地还有7公里的路程，看来他们要在24小时内完成任务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与此同时，登陆舱也坠下了崖底。小队中唯一熟悉基地的黄次长，也在登陆时摔断了肋骨，再加上呼吸急促的原因，他很快便领了盒饭。为了尽快完成任务，他们只能丢下黄次长，众人一路小跑。他们在氧气即将耗尽的前1秒，成功抵达了渤海基地。众人立即给生命支持系统补充电力，也将基地内的环境改成了地球重力。可还没走几步，他们便发现了一具雇佣兵的尸体。奇怪的是，死者身上有粘液状的泡泡，说明他是被淹死的。可在这干枯的月球基地中，怎么可能会出现足够淹死人的水呢？金科长曾在出发前说过，这里发生了一场辐射泄漏，可现在却一切正常。小宋提议先对尸体进行解剖，从而找出背后的真相。可队长却坚持要先寻找样本。小队很快来到控制室，重新打开了电力系统，渤海基地再次运作了起来。可他们还是没法和宇航局取得联系。还好基地内的生存数值十分良好，他们不用再戴笨重的头盔了。在打开空气净化系统后，基地内的环境已经跟地球没什么差别。众人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。基地内的蓝图显示，红色区域代表只有1级权限才能进去，但并未标明具体的信息。可能之前的基地成员也并不知道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。更奇怪的是，此前宇航局所说的污染区域基本都是1级管制区，这难道只是巧合而已吗？队长决定分头行动，一旦发现样本胶囊，就立即确认温度调节装置。如果调节器显示红灯，就绝对不能碰，要在第一时间联系宋博士来处理。小宋询问秀灿后得知，每一位基地成员的体内都提前植入了芯片，他想利用中央控制系统，以此来确认尸体身份的位置。很明显，他想找到姐姐的尸体，不过系统因为年久失修，识别芯片功能暂时无法启用。小队立即抓紧时间，分头寻找胶囊。在寻找的过程中，小宋发现了一条诡异的通道。与此同时，他想起了黄次长和他说过的话。韩队长他们撬开了一道紧闭的舱门，门后面全是基地成员的尸体，他们在死前有过剧烈的挣扎，似乎是想逃离这里。可宇航局的报告说，所有人在区域被封闭前就死亡了，但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，他们是被活生生困死在了这里，而且死亡特征表明他们全都死于溺水。事情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。没过多久，2个小分队同时打开了1、2号储藏室的舱门，但储藏室内有被搜过的痕迹，他们并未找到完整的胶囊。而小宋这边刚抵达3号储藏室，就意外发现了一个未知生物的信号。难道基地中还有其他活人存在吗？就在这时，李奇突然怂恿小宋前往控制室，让他想办法重启芯片的身份识别功能。小宋没有多想，立即飞奔前往中央控制室。与此同时，秀灿在寻找样本途中不小心压到了尸体，结果尸体身上残留的水分子飘进了他的眼睛里。没过多久，秀灿的精神开始出现恍惚，紧接着从他耳朵里莫名流出了一股清水。小宋这边一路狂奔来到控制室，可这里舱门紧闭，门缝中还存留着斑斑血迹。就在这时，队员告诉他李奇意外失踪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是李奇的阴谋。他独自打开了3号储存室，突然一个不小心将手电弄到了桌子底下。可当他俯下身去捡手电时，一个未知生物将手电挪动了一下。
这时队长发现了未知生物信号，但位置有偏差，他让小宋先和李奇会合，小宋只好原路返回，而李奇却在3号储存室找到了一瓶完好的样本胶囊。小宋也在这个时候赶到了这里，紧接着他看到了恐怖的一幕，李奇突然被不明生物袭击，当场就领了盒饭。洪医生检查尸体后发现他的全身多处骨折，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，即便是从天花板上坠落，也不可能造成这种程度的伤。小宋擅自离队，李奇意外死亡，这不禁让队友将矛头指向了他。队长随即查看了小宋的记录仪，记录画面显示，一个黑影从李奇手中拿走了胶囊，这一切更是让人无法理解。随后，他们在柜子后边发现了一个通风口，看来那个生物就是从这里逃走的，并且他带走了那瓶胶囊，说明对方有价值认知能力，也很有可能是人类所为。可他为什么不攻击小宋呢？同伴们的意外死亡让队员们开始焦躁起来，而秀灿却安静地呆坐在一旁，身体还在不停地抽搐着。队友发现了不对劲，凑过来一看，竟然发生了诡异的一幕，大量的水从秀灿嘴里喷涌而出。队长他们收到消息后，也立即赶到了这里。洪医生让他们赶紧穿上防护服，并立即对秀灿进行抢救。可为时已晚，他的身体早已被水渗透，五脏六腑全被破坏，就连抽出来的血液也变成了清水。3名队员接连死去，这让他们变得不知所措。队长只能一边安慰着队友，一边给他们进行分工。洪医生和小宋负责解剖尸体，从而找出背后的真相。队长则带着几名队友去追踪那个未知生物。几人顺着通风管道继续深入，他们在里面发现了一些诡异的图案。可没走多远，通道被闸门封死，只有1级成员才有打开的权限，没人知道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。他们只能先行返回控制室。小宋这边采集到了基地成员的尸体样本，进行比对后发现，秀灿和他们的死法完全一致，但体内没有任何感染的迹象。这一大堆水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就在这时，洪医生发现从秀灿体内取出来的液体竟然分离出了2种成分，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工程师这边对基地系统进行了全面排查，原来他们一直联系不上地球的原因，是因为通讯塔的数据处理器发生了故障，必须派人到基地外部更换装置。可基地的电梯早已损坏，没人敢愿意去冒这个险。无奈之下，队长只好亲自上阵。在出发前，小宋找到了队长，他认为那个生物并不想伤害自己，而他攻击李奇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侵犯了别人的领地，而且他可以利用通风口快速移动，总是比他们快一步，说明他对内部结构非常熟悉，很有可能是基地的幸存者，因为他只要好好利用这里的物资，完全有可能在5年内活下来。可队长否定了小宋的猜想，他带着另外2名队员来到了电梯口，他望着阴暗的渤海大峡谷，让自己想起了地球上的女儿。原来他的女儿早已被病毒感染，想要恢复正常，必须要饮用更高级的水，这也是他参加本次任务的原因。为了能够成功完成任务，韩队长要凭借一条绳索下降到100米高的基地根部。可在下降的过程中，早已损坏的电梯突然启动，正在高速向他袭来。好在队长及时躲避了电梯。可没过多久，电梯又从上方脱落。在这生死时刻，队长挂紧绳索，纵身一跃，成功躲过了一劫。可他也因此消耗了大量氧气。当他来到通讯站时，氧气已经严重不足，必须要在1分钟内回来补充氧气。可队长不听众人的劝告，执意要进行修复工作。最终他不负众望，成功完成了任务，但他也因为缺氧昏死了过去。好在同伴们及时赶到，把队长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可通讯系统恢复正常后，还是无法与地球取得联系。就在这时，他们检测到了一条从基地外传来的讯号，而讯号的接收点正是李奇死去的3号储藏室。众人立刻动身前去查看，他们在李奇身上找到了一个通讯器。原来他在替某个神秘组织卖命，而这种老款通讯器是 RX 公司一直在使用的产品。队长立刻让工程师使用通讯器，尝试着与崔局长取得联系。经过多次尝试过后，通讯终于连接成功。队长将李奇的间谍身份告诉了崔局长，而同意临时更换副驾驶的人就是他。队长怀疑崔局长和李奇之间的关系，可对方坚称自己并不知晓李奇的间谍身份。随后队长告诉崔局长，袭击他们的人可能是基地幸存者。崔局长听到间谍很是惊讶，可听到有幸存者却反应不大，似乎他早就知道了这一切。然而局长却信誓旦旦地说道，自己并不清楚基地内的情况，也不相信幸存者的存在。他再三强调，阻止样本外泄比带回样本更加重要。为了让他们尽快完成任务，局长将1级权限密码交给了队长。与此同时，小宋分析出了病毒的来源，于是他二话不说割开自己的手，血液与样本融合后，竟发生了离奇现象。原来样本遇到鲜血便会不停地增生，这也正是秀灿死亡的原因。直到宿主停止呼吸，样本才会停止增生。小宋来到控制室质问队长，问他是否一开始就知道样本背后的真相。队长只好将事情告诉了大家。原来他们早在月球上发现了月水，政府认为只要把月水带回地球，就能拯救全人类。而第一个发现月水的人就是小宋的姐姐，但宇航局向他们隐瞒了月水会无限增生的特质，这也正是5年前渤海基地团灭的原因。他们必须要进入1级数据库，从而掌握更多关于月水的信息。这里果然有着一个庞大的数据库。就在这时，队长无意间踩到了一株绿植，旁边还有一个密室开关。2人打开一看，发现底下全是密密麻麻的绿植。原来在5年
年前，小宋曾收到过姐姐的神秘邮件，他暗示小宋去寻找露娜，而黄次长也告诉过他，露娜便是渤海基地的数据库。队员下去查看后发现，这里不仅有大片绿植，还有一间样本储藏室，地上还有一瓶摔碎的样本。月水的质量果然不可估量，地上破碎的一小瓶样本竟然养活了大片绿植。只要把样本带回地球，并成功控制月水，就能拯救濒临毁灭的地球。在收集样本的过程中，队长发现了异常，他总感觉有人在监视着他们。这是一个速度极快的小女孩。他快如闪电，队员的手臂被瞬间扯断，瑟瑟发抖的小胖举枪打中了女孩，月水样本被摔破，小女孩也成功逃脱。眼看月水很快便会大量增生，众人只好带着样本迅速撤离。在混战中，一名队友不幸身亡，还有一名队员重伤昏迷。小宋利用自己的动物行为学知识，分析出了小女孩的行为，她是在保护月水。队长再次和崔局长建立了通讯，他看到小队拿到了月水，承诺会立即派人前来支援，但是在此之前，哪怕击杀小女孩，也要保住月水。队长质疑小女孩的身份是幸存者，可崔局长却回答道：通讯结束后，崔局长这边却出现了他和小女孩的合照，这背后肯定另有隐情。队长想要他们分头行动，去抓捕小女孩。这时小宋却表示自己要回数据库去收集月水的详细资料，才能解开背后隐藏的真相。无奈之下，队长只好让洪医生和他一同前往。两人很快来到了数据库，可经过调取后发现，关于月水的资料竟然是空白的，很明显是被人故意抹除了信息。与此同时，工程师也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，他竟然也是 RX 公司的间谍。除了拿回月水以外，他的任务便是除掉所有队员。可当他准备取走月水时，正好被洪医生和小宋撞见。他谎称是为了安全起见，要把月水带到控制室。小宋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因为队长并没有通知他转移月水，而且任何有关样本的事情都由自己来负责。工程师眼看就要被识破，他准备杀掉两人。可就在这时，小女孩突然出现在了门外。队长收到消息后也迅速赶了过来，小宋示意他们不要轻举妄动，他想要获取小女孩的信任。只见小宋将样本缓缓放在桌上，小女孩也变得出奇的安静。这时小宋发现她身上的名牌竟然是自己姐姐的名字，可小女孩刚拿起样本就被工程师一枪打碎。但奇怪的是，小女孩触碰到月水后并没有发生变异，反而帮她治好了身上的伤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小女孩便以惊人的速度逃离了现场。既然她的身体适应了月水，说明她解开了月水的秘密，这或许会是全人类的希望。随后队长通过保密频道联系上了金科长，想要问出有关渤海基地的信息，可金科长却让他和小宋谈一谈，那里有他想要的答案。小宋告诉队长，他认为是姐姐删掉了关于月水的资料，他或许是不希望月水造成更多的伤亡。既然小女孩对月水感兴趣，队长决定利用月水样本诱惑小女孩上钩，然后活捉她。而在另一边，工程师联系上了 RX 公司的人，他们把小女孩也加入到了交易当中。随后他偷偷取走了样本，没想到受伤的队友早已醒来，他听到了工程师的阴谋。等工程师离开后，他正准备通知韩队长，没想到工程师突然返回来，直接让他领了盒饭。队长和小宋这边成功利用月水捕捉到了小女孩，她的脚被闸门死死压住。小宋不忍心看她受苦，一把抱住了小女孩。与此同时，他看到女孩脖子上有露娜073的标识，队长趁小女孩放松警惕，给她打了一针麻醉药。另一边，洪医生发现月水样本被人取走，同时还在低温箱里找到了队友的尸体，他立马将情况汇报给了队长。工程师则提着样本来到控制室，并关上了所有通道，基地瞬间陷入混乱之中。同时，露娜也克服了麻醉药，成功逃走。小宋则被闸门关在了里面，他不听队长的劝阻，独自一人跟上了露娜。没过多久，小宋跟着露娜来到了一个房间内，这里应该是露娜的住处。从窗外远远看去，可以看到地球的样貌。随后，小宋在柜子里找到了瑟瑟发抖的露娜，并利用自己的动物行为学技能取得了对方的信任。小宋还发现这里曾是姐姐的宿舍，一旁还放着一个硬盘，里面全是月水项目的资料。原来在5年前，科研团队一开始是在用生物做测试，可后来在上级的压迫下，直接用克隆体来做实验。露娜便是唯一能够适应月水的73号克隆体，确切的来说，露娜就是姐姐的基因克隆体。队长这边也开始怀疑是工程师杀了同伴，他决定回去查看情况，并让老哥继续寻找小宋和露娜。在回控制室的路上，队长遇到了洪医生，他们还意外发现了存放克隆体的仓库，两人被吓得不知所措。与此同时，回到主控室的小胖被工程师偷袭，连中数枪的小胖只能拿出样本威胁工程师，可已经杀红了眼的工程师又给他补了几枪，样本被摔碎，流出的月水接触到了小胖。工程师见状立刻锁上门，将小胖关在了里面。没过多久，小胖的嘴里喷出了大量的水。
紧接着，工程师又打开了保存月水的储存库，无限增生的月水即将淹没整个基地。与此同时，队长和红医生也回到了主控室，他们看到了死去的小胖，可他们来不及伤心。队长重新打开基地的闸门，他让红医生去研究室等候，自己则去追捕工程师。另一边的工程师正提着月水四处寻找露娜，而老哥也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小宋他们。露娜欲要动手，却被小宋挡在了身后。与此同时，队长通知老哥，工程师正朝他们走去，并命令他不要射杀露娜。他让三人立刻前往研究室和红医生会合。当工程师赶来时，三人早已不见了踪影，反而被队长逮了个正着。一番交手过后，队长控制住了工程师，他质问对方为何要这么做，可工程师却回答说：“你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。”这时，通讯器收到了信息，队长一分神被对方偷袭，两人同时拔枪，再次陷入了僵局。可就在这时，月水从管道的缝隙中渗出，形成了一道水墙，工程师最终落荒而逃。月水顺着通风管道泄漏到了基地外部，低温瞬间将月水冻住。小宋在逃跑途中不小心让月水滴在了脸上。来到研究室后，小宋将渤海基地的秘密告诉了两人。当年关闭渤海基地便是为了防止信息外泄，以免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。红姐一听便急了，就算他们活着回到地球，也很有可能会被灭口。而崔局长选择小宋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姐姐是月水项目的首席科学官，为了维护姐姐的名誉，哪怕小宋发现了真相，也不会说出去。就在这时，队长也回到了研究室，他通知大家立即撤出基地，因为很快便会有大量的月水涌出。这时，小宋的身体也开始变异，视线逐渐变得模糊。为了同伴们的安全着想，小宋迅速将自己隔离了起来。片刻过后，他开始疯狂的吐水，渐渐失去了知觉。可画面一转，小宋又活了过来。原来他的手被露娜咬了一口，是对方的突变基因救了小宋一命。随后几人联系上了金科长，他告诉众人，救援飞船已经进入月球轨道，同时还有一艘未知飞船，应该是 RX 公司前来接应工程师的。小宋问老金，如果把露娜带回地球会怎么样？老金告诉他，露娜会被关在实验室里，重复渤海基地中的实验。小宋认为这样很危险，很有可能会让地球陷入危险之中，而且露娜一辈子都会沦为研究工具。小宋决定不再返回地球，他打算将露娜带去绝对中立的国际宇宙研究室，这样露娜和月水就不再属于任何国家。可队长却想将月水带回韩国，只有这样他才能救自己的女儿。作为一个父亲，他别无选择。可就在这时，露娜听到了月水正向他们袭来，众人只好迅速跟上露娜逃命。可好巧不巧，他们又碰到了工程师。已经被月水感染的工程师开始神经错乱，他说出了5年前的真相。当年基地发生月水泄漏，他就是被派来的雇佣兵之一。可他们并不是来救援的，而是为了杀人灭口。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救任何人。眼看月水就要来袭，老哥立马掏枪和工程师互拼。虽然放倒了工程师，但他自己也身中数枪。老哥最终还是没能走出基地。更糟糕的是，由于基地系统故障，必须留下一个人来手动关闭闸门，否则没人能够活着离开这里。队长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。在女儿面前，他是一个合格的父亲；在队友面前，他更是一个称职的队长。最后，小宋和红医生带着露娜逃出了基地，可露娜却脱下了宇航服，她光着脚丫漫步在月球上。看来露娜不仅适应了月水，也适应了月球的环境。寂静之海第1季到此结束。